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带你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新年快乐！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观点与意见看法。好，来欢迎今天在春节期间的3位来宾。首先是政大外交系教授黄奎博老师。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新年快乐，马年大发。好，另外是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锡勋老师。大家新年快乐，马上有钱，马上发大财呀！老师今天穿得很应景哦，好红啊！好，另外同样也是淡江大学战略所的副教授林颖佑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祝大家马到成功。好，今天因为是大年初6哦，农历马年，这个农历新春呢，祝大家马上行大运，而且呢，马上就订阅环宇全世界。当然也别忘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节目《环球大战线》哈，一并请大家都能够来订阅、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好，那么农历年过了之后呢，马上就要进入3月了。但今年呢，上半年的重头戏呢，重中之重，大家知道就在于美中两国元首的川习会。美国媒体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这个 Politico 呢，他们报道说，川普预计在4月份的第一周出访北京，和中国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来进行会晤。而目前呢，甚至还有说这个日期啊，有可能会提前到3月31号，那么川普就会先到北京。好，那么 Politico 呢更预告说，今年可能会有4场川习会，在画面上特别整理给大家，包括了4月就是川普的访中行，还有11月在深圳的 APEC 领袖峰会，12月在迈阿密的 G20， 以及呢，川普先前在2月8号预告了习近平呢，在接近年底的时候呢，他希望能够邀请习近平到白宫来进行访问。而在下面看到淡江大学的教授张武岳老师呢，两岸专家他就这么的分析啊，他说川习会就是4月份要登场的川习会当中一定会谈到台湾议题，而重点呢会放在如何避免美中关系因为台美关系的强化而变得更加紧张，甚至会引爆。首先请教黄老师啊，川习会目前看来似乎没有太多的变数哈，因为不管是美国也好，中国大陆也好，都希望能够如期的登场。可是美中双方各自需要对方给出自己的交换条件或内容，您觉得有哪些？我们从过去外交或两岸的这个实践上来看，目前还没有讲说不会发生川习会，我们就可以假设它还会存在。对，但是我们不能乐观的假设它就会发生。随时最后一刻都可能会有变化。所以我们现在大年嘛，我们先假设了，这个事情先说些好话。对，事情好像还是不会破裂的样子，也就是4月甚至3月底会进行川习会。当然，我个人是目前是比较怀疑啦，3月底进行川习会啊，因为中国大陆有他自己内政上的一些安排等等的。那当然更不用讲说，中国大陆跟美国还要针对某些关键性的议题，至少要有一定的共识，他们才会坐到会议桌上来。所以这个都需要点时间，所以我只能说，反正机会是有，我们再继续看一看。那在川习会的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啊，大概5大议题是一定跑不掉的啦。我把它简称叫做台农能投关。台湾一定嘛，农产品叫中国大陆多买一点嘛，我们通常叫黄小玉嘛。第2季2500吨。对，好，再来呢，能就是能源，那中国大陆在能源这一方面，是不是要给美国一些相关的合作啊，或者是技术的这个合作等等的？当然不会是绿能，川普对这没有兴趣。啊，那投是什么？就是希望中国大陆继续投资美国。虽然说大家都觉得中国大陆经济在放缓当中，但是川普不管。觉得你有钱，你有外汇存底，拿出来啊，拿出来用啊。对，所以台农能投关，当然就是最后一定会讲到关税嘛。中国大陆现在被川普课的关税相对还是高的，那中国大陆应该也会主动希望川普撤销这些不公平的关税。前段时间哦，特别针对关税的部分哦，有在预判说今年美中双方可能还是延长休兵，有这个可能。延长休兵的意思到底是说关税就维持这么高，还是说他们会尽量想办法降低关税？这个目前看不出来，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差不多啦，因为过年期间啊，中国大陆大概也没有太多的心思去跟美国谈这些事。但等过完农历年之后，我想美国跟中国大陆在关税这一方面一定会是一个
会谈的焦点，因为你总不能说川普到了北京谈了半天，关税一点都没有动，那习近平的面子往哪里放？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能要去试探的点。您刚刚提到台农能投关，其中第一个是台啊，对，觉得台湾议题，中美双方在谈这个议题最大公约数是什么？我觉得就是让台海不要产生武装冲突，这是两边最高的共识。特别是像川普，有人说，他用兵了委内瑞拉，他在伊朗那边现在军队也摆在那里了，台海难道他不会吗？是，我觉得川普他真的还是奉行他自己所谓的川罗主义了。也就是说，反正美洲就是我美国人宰制的美洲。那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川普在其他海外地方，我不觉得他真的那么想要动用直接的，不管是海空或者直接陆战的力量进去。所以委内瑞拉是因为他在美洲，那这个状况不一样。对。可除了美洲之外，我觉得川普这个思考是比较多的。那而且我们也必须看，中国大陆在很多时候对台湾的政策或对台湾的谈判，其实底线思维是很明显的。你一定不能做到什么，譬如说你不能支持2个中国、一中一台，不能支持台独，我才跟你谈。对。那像这些底线思维，还有中国大陆，我们看美国过去的官员他们出的如何跟中国人谈判，他讲中国人是讲中共这边，他们的结论就是中共一定是先给你施压，调子拉得很高，拉到后面他们要让才会让，但是他会给你很多的压力，然后找老朋友来跟你讲。说你就让一下吧，等等的，套关系。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中共从过去1960年、70年他们文献分析之后，美国官员结论写了书，到现在我觉得很多时候都适用。所以中共对于台湾的这个所谓底线思维，是一定会对川普政府很清楚的讲出来。但是很快讲就是说，那川普政府会做什么？我觉得可能就打哈哈。我很尊敬你，你就好好处理台湾问题，只要不要打仗就好。对，我觉得大概会先这样带过去。美方应该也很清楚，说唐罗主义在美洲也许适用，不过到了亚洲会不会就捞过界了，甚至可能不能适用哈。那当然，这个在亚洲它就需要有别的这个来代理啊，包括像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日本了。4月份这个川普访中之前呢，他就先预告了，他说呢，他在3月19号这一天啊，目前是定在这一天，他说他会先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哪里呢？在白宫见面啊。他就对外界讲的是说，我期待3月19号欢迎高市首相到白宫。那特别呢，日本这次我们知道，在2月8号这一天，国会就是众议院的大选改选之后呢，高市早苗所领导的自民党呢，跟日本维新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众议院465席当中拿到了352席。选得不错，因为呢，这个自民党本身的席次也从原本的198席大幅增加了118席到316，那已经跨越了众议院2/3多数的310席的这个门槛，可以说是取得空前的胜利。那也有人说是创下了1950年2战以来在日本国会算是空前的胜利啊。但这个空前的胜利现在让高市早苗在3月19号这一天要到白宫去跟川普见面，但大家好奇的是，两个人会谈些什么？有没有特别要确认什么事情？台湾海峡和平安定的重要性这一句话一定会放在去，而且他们一定会发生，就会公告一个叫做日美首脑会谈的一种公告。然后我们又会看到 G7的一个国家里面，除了美国跟日本，当然美国本来就要去跟中国做会谈。好，其他的国家的话，最近都会往中国跑。那这个情况会让日本的角色会更重要，因为大家都往中国跑之后的话，日本他没有办法去，或是不想去，反而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很大的一种挑码。然后日本去跟川普讲，他一定会再讲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强韧的日美同盟要再确认，就确认日美关系，确认那这个不会动摇。那这个不动摇之后的话，就会让中国有一种压力出来。然后在我们又会看到说，他会谈到就是稀土的问题了。那日本的话，他在南鸟岛已经有找到稀土，也挖出来带回去了。那带回去之后的话，自己去开采，可能成本有时候过高。那他会跟美国或是其他国家会一起去来开采这个稀土。是这个是他一定会去谈的一个情况。然后另外一个的话，他一定会讲到说，中国在一些威压上面，特别是在军事的威压上面，美国跟日本必须要怎么样去一个合作的。然后另外一个日方会担心另外一个点，就是他这一次去的话，在防卫费是不是美国的川普总统会直接跟高市首相说，你那个防卫费现在是2%，要不要拉到所谓的3.5%，或是说3.5加1.5等于是5%，会不会直接讲出来？
可能会用暗示的，可能不会暗示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直接投资美国，因为日本跟美国答应的是5500亿美金，第一波已经差不多固定出来了啊，智者大臣已经去跟美国有一个商量了。还特别再跑一趟，对啊，因为第一波已经差不多谈，我们看到的应该就是所谓的火力发电啊，或是人工钻石啦，或是原有的这个输出，可能是如果谈得不错之后的话，高市自然就会去，然后我们又会看到美国一定会要求日本啊，不管你在防卫费上面是不是有真正的讲出多少出来，或者说你自己讲出多少出来，他一定会要求你的一个角色。必须要再增加你的一个角色了，这个防卫的力量你必须要再去做一个增加。那你要一些设备上面的话，你的武器兵器上面的话，你要做一些什么？然后高市应该会跟他讲，我们的所谓的安保三文书，我要做一个调整。这大概会去跟他讲的一件事。还有的话就是他们的武器输出我们看到的是5类型会废除，这也会跟美国讲。之后日本的武器可能是不是输出到什么国家，安保是输出到什么？还有他应该会跟他们讲说，我们要成立一个叫做那情报的一个局官国家情报局，这个应该会跟他讲。还有他大概会跟他讲说，我们可能会再成立一个就是间谍防止法，我们台湾是翻译成反间谍法，但是他们讲间谍防治法，那只是说防止，但是我没有说要去反这些东西，特别是他会在台湾议题上面应该会讲出，就台湾海峡和平与安定的重要性，这句话应该都会放上去的。老师刚刚讲安保的部分，等一下我们要特别来聊就是日本在高市大胜之后可能要面临到的就是修宪的这个问题那但是刚刚提到有另外一个重点，也就是呢，在这个赴美投资的部分因为前段时间已经看到川普已经有点不耐烦了，就是说你承诺要来赴美投资，可是呢时间怎么感觉上一直在给我拖延这部分恐怕也是高市在见川普的时候呢，也许会面临到的一个压力。好，那《金融时报》就是2月份也曾经报道说，川普政府呢现在有压力的不只是日本，台湾也是。继2025年底公布创纪录的对台军售是111亿美元，那折合台币大概是3000亿左右。这个军售案之后呢，又在为台湾汇整包含爱国者飞弹 NASAMS 地对空飞弹系列的新一波军售规划，规模高达200亿美元折合台币是6000亿，所以加起来的话大概是9000亿台币左右。那《金融时报》也报道说，中方对于这项新规划的军售案表达了严重关切，而且已经告知美国，这个军售有可能会让川普4月份访中行出现变化。但部分美国官员认为中方只是在虚张声势，并不会真的取消这个川普的行程访中之行当然，这个刚刚黄老师讲说，不到最后一刻，你真的很难说它会举行还是会被取消。可是怎么看这件事情？这真的会是一个最大的变数吗？我个人会认为军售它不会是最大的变数。当然说，你说这川普他要去这个访中会不会有变化？我觉得也很难说，有可能会有变化，但是军售不会是最大，因为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在这个访中之前，其实更重要的就是高市早苗跟着去美国嘛，这个高川会，或者是我们必须说，不是说讲高川会就不好听，应该说这一个美日的一个峰会，应该又会在这边先会举行。那在美日峰会的时候，应该美国会对第一岛链或者是印太这一块的局势有了一个新的一个定调，因为其实对美国来讲，最重要的就是日本，它在第一岛链在亚太这一边最重要的盟友就是日本那你说这一个军售，为什么我会比较大胆的去说军售应该就算有变化也不会是军售？因为这一次的一个武器其实没有去踩到中国的一个红线。我们想上一次为什么在这个去年2025年12月的时候，那一次中国要用这个正义使命这么大的一个行动来去回应美国的军售，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海马式出售，海马式是可以直接从台湾的一个本岛打击到福建沿海的武器，已经不单是防御而已，对，它不是一个防御性武器。可是如果今天我们看它这一次主要的这一个军售是爱国者飞弹，爱国者飞弹跟这 NASA 的地对空飞弹的一个系统，它或许有一些新的整合效果，但是不是第一次卖给台湾。同样的，它是防御性的武器，它其实是一个反飞弹防御系统也好，或者是防空系统也好，它是一个防卫型的武器。总而言之，就美国来讲，它没有去踩到中国这一块的一个红线，还没有到红线。所以其实我会觉得，今天倒不能说中国在虚张声势，中国是它一定要对美国对台军售进行一个反应。
所以他其实会自然会去把这一个可能会影响到这一个川习会哦，他一定会把这一个议题这一个想定先在这个时候去抛出来，去让美国去警告美国。那再加上大家都知道，其实现在的一个美台军售最大的问题，倒不完全是美国要不要卖，对，而是台湾现在这一边关于国防预算或相关的议题。所以其实这一件事情，这一次的一个美国对台军售，我个人会认为倒不会影响到川普访中的一个行程。林老师，简单请教你哈，也有人说这个军售还是一样军售，但是呢，在交付的时间上面，美方会保留一个很大的空间跟弹性啊。简单的回应一下。这一边的话，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美国自身的一个量产的一个能量的问题，它倒不是说是因为说要在这一个交付台湾，所以要跟中国啦等等有一个中间的谈判，或者中间有一个缓冲期。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说，现在美国在制造武器上面，其实已经是有落后的一个状况。OK， 等一下回来节目呢，我们要特别来看的就是在日本这个部分。刚刚特别提到了，在高市早苗大胜之后，现在他等于说是完全执政了。但完全执政之后，接下来的下一步会是修宪嘛？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欢迎回到寰宇全世界，大家新年快乐！我们接下来在这一趴就特别来看的是高市早苗，这日本首相呢，他在最近前一段时间呢，看到他带领着自民党在国会大胜啊。那自民党在2月8号这一天的众议院选举拿下了316席，超过了总议席465席的2/3，这个数字呢已经达到了能够提出修宪动议的门槛。我要先声明啊，是修宪动议而已，并不是真的要开始修宪了。因为呢，其实高市早苗在2月9号这一天呢，他也就召开记者会，他就表示说呢，会挑战修改宪法。那目前根据自民党所提案修宪的4大项目，分别是：第一个，修改宪法第9条，重新定义自卫权；第二，就是订定自然灾害发生的紧急事态条款。3是参议院选区的合区来平衡地方的代表权。第4点呢是充实教育环境。不过现在黄老师大家看到的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4大项目。当然最有争议的是第1条，就是呢修改宪法第9条去重新定义自卫权啊。您怎么看这4大项目？因为现在是包在一起的，它背后所隐含的意图是什么？它这4大项目，我觉得以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来看，我们大概就看1跟2吧，也就是到底自卫队它未来在宪法里面的角色，还有日本的紧急事态条款，对，当然这个蔡老师他会更清楚日本这些可能的动向，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区域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说，你日本现在的运作有什么窒碍难行的地方？为什么一定要改？为什么非改不可？对，改了日本的军力会更强嘛？其实跟军力我的了解不是太大关系，而是它的这个指挥链的系统，还有呢，包括它紧急事态，可以给日本一个比较有政治上的理由。他说，你看，根据这个法律，它已经应该符合了紧急事态，那我必须要考虑用兵啊，在这个地方。那更不用讲说，如果这紧急状态下的话，这个修宪可以让日本未来的内阁它发布行政命令的权限增大。那对日本的官员来讲，当然比较好，不然的话一乱，然后我被这些法律绑手绑脚的，那到时候要应急的时候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个第9条的这个所谓实现日本的国家正常化或军队正常化了，应该这样讲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关键。那紧急事态那个，是高市也是一直在讲的。但是因为中共最近这几个月跟高市，就是因为紧急事态啊，到底包括台海啊等等的。两边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所以我会觉得说，这2个都会变成一个蛮敏感的问题。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先看中国大陆好了，中国大陆一定是全力反对，我们其实不用深入的思考都知道中国大陆一定全力的反对。那但是呢，旁边的南韩怎么想？南韩我觉得它是在一个矛盾的状况之下，在安保在这个安全的保障的前提，日本如果强一点。理论上日本应该不会打我，反而他可以去制衡北韩。可是历史的角度，
韩国跟日本的关系可不是像台湾对日本那样子，几乎是全世界认为最有台的国家就是日本。韩国并不是这样想的，所以韩国在历史的纠葛跟他这个安保的矛盾中间，他要怎么样去取个平衡，不知道。但至于美国的话呢，美国现在很好玩，就是说你从他一些战略专家的讲法，他们认为战略上可以做，而且一个越强的日本会在亚洲帮美国更多的忙。就从美国角度看，越强的日本对美国是好的。但这些是战略专家的想法。今天到了政治人物，到了研究这些外交的，他们就可能不会这样想了，他们就会想到，那日本会不会触动了东亚更麻烦的一个马蜂窝？所以我觉得，在美国的态度，因为美国的官方目前是很谨慎保守的，没有反对，甚至给予有些官员，我看到一些中高阶官员给予小小的支持，但是到底事态真正发生的时候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个还很复杂。蔡老师，日本更强大了，会对谁有威胁？中国，只有中国吗？只有中国而已。OK， 对北韩的话应该不会，因为北韩老实讲，它的兵力并不是很强。俄罗斯的话，基本上跟日本就好像有好有坏，没有什么太大的一种关联性。了解，应该威胁就是中国。所以刚刚我们特提到4大项目哈，其中第1点跟第2点那这个包含宪法第9条的修订哈，就是要重新定位自卫权，因为是跟正常国家化有关。还有就是呢，这个紧急事态哈，因为这个其实就看你怎么去定义紧急事态，这2项其实是最有争议的。可是呢，回到说日本要修宪这件事情，日经新闻有报道说，日本修宪的程序其实是这样子就是由各党向国会提交草案，那接着呢是由众议院跟参议院的宪法审议会来进行审查。如果参众两院全体议员都有超过2/3赞成通过的话，就会再交付给公民进行公民投票。那么公投赞成票超过有效投票总数的1/2，就可以达到修宪的目的。这次选后，刚才也看到说，尽管呢自民党单独在众议院他们就已经达到2/3的门槛，但是在参议院，自民党跟日本维新会的执政联盟目前是还不到2/3的门槛。众议院可以过关，但参议院恐怕要看看。好，那所以必须要再加上国民民主党、参政党还有日本保守党这3党，外加获得5党籍议员的支持才能够说在众议院、参议院都达到2/3的门槛。所以我先拉回到日本民众对修宪的看法是怎么样？现在的话，赞成的话已经拉高起来，这么高？应该说以前他们会反对的，过去的话他们不是很喜欢自卫队，现在的话对自卫队的感觉还蛮不错的。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这个要归功于对岸的，对岸给他们的压力太大了。对岸的话，那个军舰一直过去，然后给他们那一种民间的一种所谓的尊严上面的一种骚扰，或者是给他们一种自尊心的骚扰。就好像判断这些事情，让日本的民众已经有感觉到自己的国家还是要自己去做一个保护了。是美国再怎么大的话，美国真的是太忙了。美国他也告诉你很清楚了，你要保护你自己。所以高市的话在竞选的时候，特别是在应该是尼加达吧新系他也讲过，我们要做一个修宪。是，而且修宪本来就是自民党成立的原始，因为自民党是成立于1955年。它最单纯的东西就是我要修改宪法。好，那蔡老师说要修宪，对。可是刚才提到众议院这部分，因为现在是2/3过门槛的，可是参议院这边的话，应该没问题，人数上也没问题。为什么没问题呢？我们看一下众议院的话，基本上就是不管是自民党，而且那个日本维新会的话，反而更想要修宪，他修的程度会更高。谈到的参议院的时候国民民主党他就是玉木雄一郎，他也是赞成修宪的。参政党那个更右派的，他怎么可能会反对？保守党也是会赞成，所以我们单纯如果从票数来讲的话，票数应该是没问题的。所以老师是认为，不管是众院尤其是参议院，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修宪门槛要过，不会是问题那可是问题有另外一个是说，如果修宪了之后，成功修宪了，在修宪之前，高市要考虑的风险是什么？应该说他如果没有修宪的风险是什么？也就是说，你已经在1955年的时候，从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你连一次都没有日本到现在连一次都没有提出宪法修改，而且日本他们的宪法不是他们自己写的，是当时的 GHQ
麦克阿瑟将军写给他们，他们讲这个不是我们的一个宪法，而且在竞选的时候你也讲了，我要去做一个修宪，所以他要考虑的不是说修宪的后果，而是没有修宪的一个后果。对，那修宪的话不管是有过没有过过的话，大概就是自卫队这3个字，他要把它放进第9宪法第9条里面，甚至如果说再更进一步的话，自卫队这个3个字因为自卫队的人他们希望说改成叫自卫军为什么所有的国家都有一个军，我们自卫队就是要叫做自卫队？对，因为国家需要一个军队。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正常国家没有军队？包括我们台湾中华民国，就是所谓的我们一般讲国军，其他国家都军。那为什么叫做自卫队？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证明的感觉，所以放进去，所有的国民都会现在还蛮赞成的。所以这个修改也是可预期到会发生的。会不会过的话，至少他应该没有送。那没有送的话，你对你高市将来的杀伤力它就会很大了。你已经讲了，你已经承认，而且你们自民党已经做了这么多年，连一次都没有送出去。对，那我们以后怎么再去相信你？了解。所以蔡老师刚刚分析是，对于高市来说，他这个动作是一定要做的，就是我一定要送去送去修宪。可是最后能不能够如愿，可能至少我已经有送去的动作了。但针对这个修宪主张中国大陆也有声音，这个国防部的发言人是由这位蒋斌来出面表达他表示说呢，长期以来日本政府以解释宪法的伎俩，不断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企图解禁集体自卫权。那以防御作为借口呢，大力发展进攻型的武器装备，为日本再军事化披上了虚伪的法治外衣。现在日本政府又明目张胆的谋求把自卫队写入宪法那大陆方面的说法是，这不是完善法律，而是掏空和平宪法的根基，不是为自卫队证明，而是谋求军事松绑，不是回归正常国家，而是妄图重走军国主义的邪路。其实讲到军国主义呢，因为在2战大家经历过了，就知道说现在很担心的一件事情，而且常常被拿出来讨论，最近都想说是军国主义的复辟中国大陆在对于日本修宪强烈的表达不满之外，林老师觉得可能还会祭出哪些手段，包括经济上也好，军事上也好？首先，我先说一下，就是说现在他们讲的军国主义要再重新再恢复，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当时的一个政治环境跟现在的日本的一个内阁的一个环境其实是大不相同。所以其实就说穿了，就是对中国来讲的话，他会去比较在意的，就是如果今天日本这个修宪的话，在集体自卫权这一块，就是这自卫队出动的这一个相关的条令上面，会不会有一些修正、修改跟变化？可是其实刚刚蔡老师也有去讲到了，就是说现在日本这一边，他的民众对这一块跟过去已经不太一样。我最大的原因就是2022年的时候，裴洛西来台之后，飞弹飞过台湾，然后到了日本的 EEZ，然后再加上我们看到2025年日本跟中国这边辽宁号啊什么逼近啦，很多的其实一些海上的一个冲突，都会让日本感觉到它必须有一些相关的作为。是，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就回过头来说，这边我其实也是赞同是应该会送，但是会修什么东西，会改到什么程度，这一块就有待日本这边去讨论。我会觉得这是日本它可以在这里面做一些文章，或在文字上面去做一些修正。那这一些对中国来说可能会有哪一些反制呢？我们先说这个经济，好，这可能是这一个我们最常说的陆客、中国旅客。可是有一点可能会是接下来可以去观察的，就是日本在中国也有相关很多的商社投资、企业投资啊，日企会不会有一些限缩的一些条文，或者是其实现在我们也看到中国内部的一个不管内卷也好，或者经济状况也好，它会不会把这个日企当成是来做开刀的一个对象？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应该我们说，经济的制裁不完全是只有它给日本进去日本，而是在今天日本的企业在中国大量的一些企业也好、投资也好、工厂也好，这一些会不会变成是中国有可能会去调整或者是下手的对象？所以日本的背后免不了会有美方的影子简单请问您美国会怎么想？美国的话，我会觉得其实现在对美国来说，他第一个会希望日本能够去负担更多的责任。可是这个更多的责任是不是真的要用到修宪
因为修宪之后很难有可能会去引起今天的美中这一边在美国在访中的时候，有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其实美国有可能会比较希望的是，日本是不是在一些条约上面去附加出动的一些条文，什么样的情况这样你可以去出动，什么样的情况这样你有更多的解释权，等于说是有一点战略模糊的一个味道。对，那再回来，如果说今天就中国来看的话，在军事上面，有人会说会不会有这个辽宁号再来一次啦？我个人会认为，其实就中国来讲的话，第一个灰色地带行动绝对会是持续的去增加，去用这种把对台湾的联合战备警巡，是不是也会把它如法炮制到东海？那再来的话，就是不要忘记的，就是说我们之前有看到，现在中国的航空母舰，不管山东号、辽宁号啊，或者是福建号，会不会透过这个航空母舰的行动，来形成一种另类的围绕日本的一个行动？那当然，最后的话就是这个俄罗斯有没有可能中俄的联合军演？中俄的一个空中战备的一个飞行，或者是海上联合的相关演习，有可能就像去年就已经在日本海有举行过了，或者是这些轰炸机是不是有可能在日本北方四岛这一边进行一些飞行？我会觉得这一些都会是中国不只是用自身解放军的力量来去压迫或者是去对抗日本，他还会去把俄罗斯拉进来，一起去对方日本。对啊，这样听起来，目前预定在3月19号进行的川高会啊，就是川普见高市早苗，会不会就提到有关于日本打算要修改宪法的下一步和未来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也许是大家要一起值得关注的焦点话题。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